第二频道为纳吉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米。黄山风景区是典型的山岳型风景区，具有山高谷深、地势险、游道图面积大、游览线路长的特点呢。除了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观光，还会吸引很多驴友到这里徒步探险。那黄山景区的西南北都有山门，可以实行有效的管理而东面的各个村庄一直都是任性的驴友们肆意闯入探险的突破口。那今天的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那甚至在当年引发了一阵舆论大战。那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2010年12月2日，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的户外版论坛里，有人发布了一条野黄山穿越活动的召集贴文。那发布者是大学硕士毕业1年的复旦校友侯盼，爱好户外探险，有过多次带队的经历，并且经验丰富。那这次他还是打算作为领队带领一支队伍到黄山进行一次徒步探险活动。那贴文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或许你走完了这条路线，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他选择的野黄山线路也是跳出了黄山的风景区，将会穿越原始森林和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区，是一个具备冒险属性但难度又不是特别大的线路只要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就问题不大，还能刷到一波经验值。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最终经过简单的筛选过后包含领队，参与人数达到18人。队员年龄从18到27岁，具备10次以上户外经验的有7名，包括一位熟悉地图操作的测绘工程师。7人有1次以上的户外活动经历。4名没有户外经验的人中包括1名中长跑冠军和3名复旦登协的骨干，配置均衡且合理。侯盼给这支队伍起名叫青春。那召集发布的8天之后，在没有向学校进行备案的情况下，12月10日18位青春队员包车从上海出发，直奔黄山。因为冬季的山区气温诡变，那很有可能出现雨雪雾天气。那之前有人多次提醒领队到了当地最好是找一个向导但他并没有采纳。探险嘛就是要去面对未知的风险。所有的新鲜和刺激，那先从逃票进入黄山开始。12月11日凌晨3点。队伍的包车行至黄山黄帝园景区18人下车开始徒步。按照计划，第2天的下午他们会走出黄山的翡翠谷地区，再与司机会合返回上海。那第1天的天气还好探险之旅惬意而又顺利。下午3点，队伍抵达计划地点扎营，休息整顿，度过一夜。12日凌晨，山里开始下起了小雨。那早上8点40分，队伍拔营出发。那中午雨势有变大的趋势。午饭的时候，领队一个起身，那插在胸口的 GPS 掉进了水潭，结果电子元件损伤，他马上拔出了 GPS 的电池。此后行进的过程都是根据等高线地图和指南针。那18人的队伍只剩下这2个辨别方位的工具。雨还在下，受雾气影响，能见度不足500米。没有 GPS 的情况下，寻路变得困难起来。他们也已经偏离既定航线，离翡翠谷越来越远了但领队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将错就错，走到离附近较近的云谷寺地区，然后出山。那再次行进到下午4点左右，天色渐暗，大雾弥漫。那领队喊停了队伍，这时候发现完了。迷路了他们走到了一个地势陡峭的河谷地区，再往前去已是悬崖绝壁。那领队认识到这绝壁是出现了大问题因为去往云谷寺的线路也走错了他们已经无路可去。天黑前想要出山是没有可能了。那负重10公斤以上徒步1天的队员们开始情绪低落，甚至有人因为气温不断变低，开始浑身发抖出现了轻度失温的征兆虽然部分人呢有一些户外徒步经验，但面对紧急情况的经验却非常少心态开始出现波动。报警的建议被提出，马上获得了多数队员的赞同山区深处手机大多数是没有信号的，有也是很不稳定。那领队让2个队员跑到远处信号略好的地方报警求援。那其实野外遇险报警业内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一般队伍出行之前呢都会设置一个后方的紧急联系人，出现状况只需要告诉紧急联系人，再由这个人来进行报案，联系民间救援队或者是家属但是情急之下，那领队也忘记了这一茬。从4点半到5点半之间，他们一共4次报警前3次分别打到了本地110、上海110，然后再次打给了本地110。虽然电话拨通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报警没有成功。可以确定的是，在报警的时候，他们没有或者没来及把复旦大学学生这个身份报出去，再加上这个信号很不稳定，时断时续，接警人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状况。那3次报警失败，队员开始向家属群发求援信息，内容是黄山附带坐标，救命，有18个人。发出信息之后，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救援。这由于当时所在的地势倾斜，无法就地扎营，他们用几顶帐篷的外帐支撑成一个巨大的雨棚，再铺上防潮垫，18个人围成2圈，男生在外，女生在内，用羽绒服和睡袋裹身防寒，对剩余食品进行了统计和分配。到了晚上8点半，所有人也都做好了就此过夜的准备。人群中已经开始商量，因为这次报警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出去之后呢，要争取让警方销案所有人都别过分声张，那马上翻篇就算结束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报案已经在山外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位队员的亲属接到信息之后，立即通知了上海警方，消息马上又被上报给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又转给了复旦大学和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省公安厅。那复旦大学宣传部第一时间拿到学生资料，提交给了上海警方。上海调集了直升飞机待命，还派出专业的救援队连夜赶赴黄山。那晚6点左右，黄山景区报警指挥中心通报了省政府转至上海警方的求助信息：18名复旦学生被困黄山，情况紧急。那上至省长也是高度重视，批示立即组织力量救援，全力搜救，确保安全。当命令层层转达到景区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紧张起来，马上动员力量，准备进行救援任务。这当地有一个惯例叫夜不上黄山，在山区因为地势险要如无特殊情况都有夜晚不进山的传统，尤其是雨夜，那更不要说是这种未开放的区域。那多重潜在风险叠加在一起，会让救援工作很困难。主要是这可能会危及到救援者本身的生命安全。那单说这一次行动，如果是白天进山呢，情况会好很多。但当时的情况是各级领导都重视多位市级领导还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并且提出了马上救援，不计代价，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只因为这些被困者身份特殊，那可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万一晚上在山上出了事情，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制定的方案是最顶级的救援级别。之后有人猜疑一条救命18人的模糊信息就如此兴师动众，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报案的学生亲属是上海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所以这里有隐情但实际上那个人只是个体工商户，并非所传言的高层这里不存在特殊关系或者是特殊权利。上下级如此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4个大字：复旦学生。黄山景区的温泉派出所集结了一批素质好、身体好的年轻民警，前往9公里外的云谷寺。当天晚上，云谷寺停满了救援的车辆，大批官员已经在现场指挥，救援队伍蓄势待发。9点半左右，近100人的搜救队顶着雨从云谷寺出发，陆续走向学生所在的位置区域。从6点多接警到晚上第一批突击队员出发，一共只用了3个小时。那风雨交加的茫茫黄山伸手不见五指，救援队在夜间顶着雨用手电筒照明，如果遇到岔路，队伍就分开2队，扩大面积寻找，一路寻找一路呼喊，希望得到被困人员的回应。经过6小时的漫长寻找，体力经受着巨大的考验，直到凌晨3点左右，一支小分队看到了学生们向天空打亮的电筒光柱，他们终于找到了抱团取暖的18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被困人员带下山。那救援队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处于河床涨水非常厉害，不确定会不会有巨石滚落。当时尽快出山就成为了双方的最终选择通过队长给指挥部进行了汇报，也批准了即刻出山的计划。那从救援的技术角度来说，这样的雨夜救援行动连夜下撤的危险是白天里的好几倍。如果救援对象没有生命危险或者是其他特殊情况这并非最优选择，所以也是之后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队员们重新整理装备，加上被困人员一行50几人依次离开，但离开要走的路宽度不到1米，1米之外就是30米的悬崖。所有人电筒的光线都打在地上，缓缓前进了大概5分钟。突然之间，队伍前面一个电筒的光柱被向上甩起，随后马上下坠，跌下悬崖。坠落的是一名参与救援的警察。队伍马上停止前进，数道光线全部聚集到崖底。30米的落差让这名警察牺牲了，他叫张宁海，警号是038846。下车的过程，他细心的引路，让光柱照亮身边的学生脚下，全部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却忘了自己也身处险境，
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之后，为了不再发生悲剧，50人的队伍最终只能返回临时营地，在风雨中默默等待天明。所有人在寒冷中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3个小时后的早上6点，增援人员到达后，他们重新规划路线，扶着安全绳开始缓缓下山。在半山腰，记者遇到了正在下山的被困学生。早上6点钟开始走的吧？去的时候好像是先去找一个安部扎营，扎完营之后再翻山下来。我一回头就看到一个灯光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就下去了。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的呢？那个山路比较险嘛，然后明天可能要送我们过去嘛。这里是翡翠谷景区，昨天18名学生被困的地方有点类似于我身后的这样的一座悬崖，而年轻的民警张宁海就是在这样的悬崖边，为了保护一名大学生而坠崖牺牲。他才刚刚24岁，其实与其中很多队员的年龄相差无几，但是却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12月13日上午10点，18名驴友安全出山，在惊动上千人、动用了230名实地救援人员，并付出了一条生命的代价后，18人终于脱离了危险。他们被安排到黄山的一处休养所，管委会给他们准备了御寒的姜汤和洗澡的热水。而此时牺牲的张宁海因山路艰难，遗体依然还在山上，又历经了7个小时，他的遗体才被护送下山。一名24岁的年轻警察的生命跟18个遇险人员交集在一起啊！领队亲口承认，他的离去是源于我们一个危险的行为。那确实，同样是年轻人，张宁海诠释了救援者扶危济困的角色，无畏地承担了该有的使命跟职责，只为把安全留给需要帮助的学生们。就像事后一位参与救援的警察说：“如果必须牺牲呢？”只能是牺牲警察。然而，复旦18位驴友的表现却令人义愤填膺。有在现场的救援人员描述了一个细节：战友牺牲，大家都很难过，可脱险后的学生们给人的感觉似乎和大家不一样比如有人给队伍拿来了食物有糍粑、馒头和包子。救援民警都因为战友离世而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思吃东西但学生们却不一样。一个学生来了，直接就把包子全都给提走了，一个没留。因为包子好吃而且是热乎的吃着还不硬，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糍粑和馒头。逐渐大学生冷漠的印象开始形成如此伤感的结局，很多媒体在拍摄的时候却没能拍到学生们有任何难过悲伤的感觉，只看到他们狼吞虎咽，那好像一切都事不关己一样的镜头包括等候张宁海遗体运来的时候，有队员把手插在口袋上，没有任何敬畏，都成为了冷漠的证据，并迅速流传到网上。那实际上在张宁海遗体被抬下山的时候他们也有过列队鞠躬的举动可是之后他们对于张宁海的事情闭口不谈记者们回忆，他们的采访都是追着问他们只说要回上海了，不再说其他任何事情，一路小跑追到他们的临行的车前。一个男生说不好意思要上车了，没等媒体反应过来就把车门重重的关上了。他们连张宁海的追悼会都不愿意参加只想马上离开黄山，回到熟悉的校园。一位记者曾这样写道：那一刻有些东西比天气还冷，18名大学生冷漠的样子让我心寒。在场人员也在微博上谴责了学生们冷漠的态度。13日被救，14日凌晨他们回到学校，可也就在这个凌晨，他们在校内网就有了互动。一个叫杜斌的学生发了关于黄山事件的动态，竟然有人评论有背负的男人比较 man。那牺牲的人民警察尸骨未寒，可一部分人考虑的却是舆论公关和他们的登山协会的夺权问题。一个叫石祥的给杜斌评论好好学习危机公关，经过这次登协是你的了，你要学着去建立秩序，去控制老人，去协调关系，去利用资源，这是协会可以给你的。杜斌回复：先度过这次难关吧。那黄山事件也由此开始发酵。因为之前他们的冷漠又忽略牺牲的警察，网络上开始出现抨击他们的言论，以至于都刮上了复旦大学的招牌。那复旦学生也开始反击，一边是大骂你们复旦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边是维护复旦形象和替当事人解释，由此一场战争打响了。那首先是复旦学生的舆论控制论的站内信，内容里说，面对这次复旦的舆论危机，反映出学校的公关水平还有待提高，那处理的不够好学校应该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去更多不同的媒体任职这样各路媒体都有自己的人，以后出现类似事件也会有更多人帮助自己发声，减少负面舆论发酵，甚至可以化坏事为好事。那校内网上的讨论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面对社会的负面舆论和网友的口诛笔伐，一位学生直言说：“你们都是道德帝。”
那造成张宁海牺牲的主要责任不是学生，而是当时还不适合下山的条件下，救援队要求他们立即下山，是救援队自己的误判，加上死者身体素质不好，这才是造成悲剧的主因。户外运动是理想主义者，是疯子做的事儿啊！你们不懂。还有的学生说，执行搜救任务是警察的职责所在啊，牺牲也是概率问题，毕竟需要时刻面临危险。学生们深陷危险之中啊，已经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判断能力，出于恐慌，没有及时对张宁海的牺牲做出表示，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而警察牺牲不应该找他们，也没有给他家人补偿的义务。那这些人可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啊，出了校园就是社会的精英。那这种言论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作为是彻底激怒了网友啊。那复旦18旅也成为了被困18人的特有标签，冷血无耻，忘恩负义。社会上批评他们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那如果说这18人只是普通大学生，那或许社会的关注度和舆论就不至于那么大。但他们顶的是复旦的头衔，而这也是复旦学生们感到不忿的原因。他们认为啊，是普通人对于精英群体的仇恨心理，是群体保守意识对个人追求自由的不爽。正如那个站内信里结尾说的哈，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他们认为网上开喷的人都是嫉妒心作祟啊，或者是上海交大有人趁火打劫。那这种自负和傲慢更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啊，因为有这种盲目自信的心理啊，出现复旦18旅也不足为奇。那当时网络的骂战越激烈，对于18个人的形象越不利。12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宁海同志为烈士。12月17日举行追悼会，18个被救学生仅有2人到场，其余的人被校方认定还存在心理问题，不能参加。但他们在复旦的校园也举行了一场追思会，正骨忠魂忆不朽，恩泽复旦重如山，黄山巍巍绵英雄，复旦学子永铭恩。那这些都是他们为烈士张宁海创作的诗，分别给献花之后呢，16人一字排开站在遗像前，还有很多复旦学子自发参与，当时也有媒体进行了报道。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偃月终生诋毁，300多名学生在这里自发组织了一场悼念活动，心形的蜡烛围着张宁海烈士的遗像，人们向烈士遗像献上鲜花，表达哀思。获救的18人中，除2人赴黄山参加追悼会外，其余16人都来此参加了悼念活动。他们始终低着头，带着愧疚和自责。向拯救我们的英雄一鞠躬。张宁海烈士，请您一路走好，我们会永远铭记您。我们为我们轻率的行为向您再次道歉。那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们表现出了无限的悲痛和愧疚。但不管是在黄山还是在复旦，他们的行为还是在网络上被一边倒指责为作秀、危机公关。那张宁海的父亲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算是帮助他们解围。这是张宁海作为一名公安干警应该做的。他是我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奉献和牺牲，是他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他的责任。那领队表示，18位获救的学生会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张宁海的父母，要替他尽孝。18人将继续以一个团队的形式来把救赎之路走下去，包括给老人捐款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探望老人，定期祭拜张宁海，为张宁海生前就读的中学建立贫困生助学基金。他们也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最终，张宁海被安葬在了黄山烈士陵园。可这18个人真的会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吗？2021年4月26日，一名64岁老人独自一人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微创外科住院，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子女陪同，医护人员充当了临时家属，让老人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而这背后的原因却一点都不令人暖心，他就是烈士张宁海的父亲。这一条新闻一出，又把人们拉回到了11年前那个悲剧当中。当初信誓旦旦说要替张宁海照顾老人尽孝的18位同学呢？你们的承诺呢？你们的陪伴呢？难道又选择了逃避吗？
那其实现如今已经过去了10多年啊，很多事情啊，并非就像网上说的那么偏激。微博上有一个账号叫悼念张宁海烈士，是当年以18个人的名义创建的，为的就是及时更新他们与2位失独老人的后续，里面记录着这10年来学生们照顾2位老人的点点滴滴啊。其实他们也并没有食言，确实也是做到了陪伴，但无法每时每刻都守在老人身边，让他们安度晚年。那毕竟啊，也都是要兼顾自己的生活。那现在微博上差不多只是每年的清明才更新一次，也确实如他们在微博中回复的，那毕竟是18个人，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后来经历的事情也不尽相同，没有办法保证所有人都有履行承诺。但是啊，从事发当年开始，每年的清明节都会看到他们很多人陪伴2位老人到黄山看望张宁海，平时也会有照顾到2老的生活。这老人住院呢，是因为老伴儿的腿摔伤啊，又不想麻烦他们，索性就自己去医院手术。他也说过，保护人民是张宁海应尽的职责。如果18位同学中任何一位出事儿或受伤，都是宁海的失职。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尽到了责任，做得很对啊！同学们不必来看望我了啊！希望你们不要有负担，今后努力工作，用好的表现来告慰宁海。那复盘整个事件呢，其实我们发现这18个人确实在当年呢，因为部分人的言行举止引起争议，被无数人批评。但是这个事件我们要一分为二的去看，那前半段是犯错。包括有人在忏悔的文章中说过啊，因为他们的沉默与自私，一错再错，纠缠于别人的指责，只想尽快恢复从前的生活状态，所以在舆论面前呢，只顾着如何保护自己，却忘了那位因为自己的冲动和鲁莽而死去的警官。那后半段是救赎，而且这个阶段很重要。那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介绍啊，全都在前半段停止了，所以对18人的骂声是不绝于耳。那学历只能过滤学渣，不能过滤人渣。没错，那仗义每多屠狗辈啊，父亲多是读书人啊，也算有一点道理。他们的自私和逃避与别人对他们的期望完全相反，盲目的追求自由刺激，虚假的冒险精神，那自己的成长却让别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这种自责愧疚啊，必然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在骂声中，他们也在改变，在行动。他们说每年特定的日期只发1条微博，是因为不想太过繁琐，让人感觉他们在作秀，也算是对外表达救赎的态度了。这就是复旦学生黄山事件的后续。10多年的时间呢，会让人发生很多改变。所有人都一样在犯错、失去和救赎中成长，不同的阶段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警示。然而，对于之后那些不断向往去黄山冒险的驴友们来说，这警示好像不太大，因为陆续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任性的驴友们顶着个瘪茄脑袋就扎进了危险区域，没有系统的体能训练，不会正确的使用辅助装备，没有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那穿上冲锋衣就是冒险家，那拄着登山杖就是攀登者，煮一袋泡面就是荒野生存，完成一次徒步就升华灵魂。结果你们的灵魂升华了，然后景区多次出动救援，每一次都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并且风险很高。你获救了大嘴里，谢谢啊！回头喝点酒，这都成为了你们生命中的宝贵经历。所以为了预防再有无惧之人的荒诞冒险，颁布了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每一次出动救援都会根据动用的车辆、装备、人力和难度来收取不同的费用。那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多国家都在实施有偿救援。你自己作死可以啊，但不能每次都让别人为你买单。那好了，这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家，谢谢了，拜拜。